家去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房子，都很偏僻，交通不便利，而且房子的结构都不怎么好。能不能带大家看一些交通方便的房子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是在国道边，在晋湖的前方。这是一条2里的国道，底下呢是一条峡谷，峡谷里面的水啊是不错的，也是我们这边的饮用水吧。这栋房子呢，就从这里走上去。看这条路啊，修得挺好的，过往的车辆很多。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有4公里，距离镇上呢也差不多有3公里左右。这栋房子是可以开车上去的，但是我的车呢是停在一边。底下呢是他们家的菜地，种的有些辣椒、茄子。这边刚刚挖出来，准备是种一些小白菜之类的。这栋房子啊，通水通电，交通是很便利的，而且步行走到国道边就有公交车下到县城里面。整个房子的院子啊很宽，地理位置啊也比较高，比马路高了将近有4米左右。以前啊，这户主人家呢在这边是种了一些盆景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这外面都是盆景。整个院子是没有做硬化的，所以是长了很多杂草，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。住在房子里面是可以听见过往的车辆的声音。这是一栋砖房，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有1、2、3、4间。房子的进深啊，将近有6米左右。以前他们家还做了一些生意，不知道是什么吧。实际上，细心的朋友是可以看得出的，他们家以前是卖花盆的。以前我来过这边买花盆，看这些花盆啊，做的还挺好。可惜现在都是放在这边，好像也没人过来买了。那大家还会说，这样的一栋房子太巧了吗？交通倒是挺便利。旁边呢种了一些绿化树，房子也是靠着大山而建。房子的背后呢是一条很深的峡谷，待会儿呢我们要走下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栋房子啊是坐西朝东，到傍晚就很凉快了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400多米左右，到夏天也是比较凉快的。这些管子是用来干嘛的呢？这里有一大堆的沙子，以前都是做这个花盆所用的，还有一些假山呢。看来主人家也是比较爱种这些花花草草。这边有好几个不锈钢的台子。这里面啊，房间是非常简陋的，放的有些机器，可能以前他们家是开餐饮的，有些餐具。房间很简陋，我们就不去看了。这栋房子如果要住的话，要适当的装修啊，要不然是住不了人的。实际上，这栋房子在那边大门口的位置，做一道铁门，这里呢，整个山头就是他们家的，非常的，就是说与外界是隔绝的，隐秘性呢倒是非常不错。实际上，这里种上一排大树，坐在院子里面是。声音呢也比较小，只是离马路比较近而已。这里是可以走到房子的背后，
这底下峡谷的水流声已经可以听得到了。看，底下是下寨河，河水是很清澈的，因为这边是饮用水。这背后啊，还有一小块的空地。实际上清理出来呢，可以搭建一个偏房。以前这边是有一台变压器的，现在不用了，已经拆走了。有2根电线杆，上面可能是没有通电了吧，现在不用了。实际上这样的电线杆是可以给它移除的，给它移走吧。这背后还挺宽的，将近有好几十个平方的，加建一个偏房出来，倒是挺不错。以前他们家都在这里留了一道门。这栋房子是没有做粉刷的，砖体结构。房子的内部呢也没有做粉刷。那边是一处水电站。常年发电，环境倒是很不错啊。大山里面鸟语发香，知了声叫个不停。这样一处院子，交通方便，大家觉得究竟如何呢？最近我不是拍了很多闲置房吗？有很多热心的朋友给我留言，我都看了，还有些朋友啊，在私信里面也给我留言了。他们说啊，想到农村里面找一套闲置的房子用来养老。我说那可以啊，你可以来看一看。他们就要求啊，房子呢又要好一点的，背山靠水啊，视线又好，院子又要大，旁边呢最好还要有2-3亩的地，然后呢，房子还要打理得干干净净，可拎包入住，而且房租还不能太贵。那我说，你要求这么多，干脆别来了吧。因为农村里面的房子，它整体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如果房子很好，各方面都比较优秀，那这栋房子呢，主人家他是不愿意租的，知道吧？现在能租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闲置的农房，它的房子整体情况就不会太好，而且房租是特别便宜的。大家想要那种拎包入住，又比较方便，又不用打扫，又不要装修的房子，又想租金要便宜，那几乎是不可能。这样的房子租金很少，哪个愿意租给你呢？想都想得通嘛。自家的房子好好的，我想住就来住，不想住的话我就空在那里，对不对啊？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啊，它实际上也是闲置了很多年，主人家呢偶尔会上来，所以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你想租下来的话，可能它的租金并不贵，但是它需要改造的地方就比较多了。你要适当的进行装修啊，可能瓦片啊需要给它换掉啊，然后房间里面呢做一个粉刷，整个院子呢要除一下草，做一下硬化，对不对啊？如果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的房子，我这里是找不到的。当然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拍的是比较啰嗦，说的也比较多，我只是说了一个实际的情况，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。如果真的要求太多的话，我就建议你们还是在城里面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生活，不要想到农村里面，又想怎么样去花很少的费用去居住隐居下来，对不对？那是真的是不现实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啊，实际上综合来讲还是挺不错的。如果对于一些没有车子的朋友，我倒是觉得比较友好，走出去大概10多米啊，就可以搭车到县城，而且距离县城也非常的近，交通很便利，居住生活的成本是比较小的，在农村里面呢，环境都挺好，是不是？
而且夏天也不会太热。这边啊，我发现是真的石头山呢。刚才我推了一下，是推不动的。他们家建房子的时候，院门口就有这样的石头山，他也不给它打掉，给它留起来，在旁边种上一些盆景，会显得格外的协调，也很好看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整个院子漂不漂亮，还是靠自己去打理的，对不对？就像这个院子啊，很宽，整个院坝呢将近有100多平，怎么去做都是可以的。这边啊，我发现一些，应该是从山洞里面拿出来的一些熔岩，还挺有造型的。其实我们山西这边啊，山洞是挺多的。好了，也给你们说了这么多，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